迎着霜，你的跟进我这片土壤，追着浪，我的夜飘过万里边疆，遥相望，岸的尽头是地久天长。当相遇又别离，当相依又远去，我不曾忘记。剪影刀光，划破斑驳的天空，夺下的梦，破碎在风中，长风破浪，看千帆横渡桑田沧海，戎装红着飞扬，逆过冰雪那凉，忘了有约一场，唯愿你在身旁，不负春光，收藏天歌笑脸，陪你天涯仗剑，看萤火落双肩，红尘无悔无憾。崔离，为何拿我？勾结外贼，勾结镇西军，怎么还不认罪吗？证据呢？这就是镇西军的李逆写给你的密信，你私自将瀛州被围之事一五一十地告知了镇西军，这信上写的是清清楚楚。你是如何拿到这封信的？怎么承认了？铁证如山，如果不是你，洛阳城根本就不用让给镇西军。拿下！住手！石七郎，你可算回来了。出什么事了？接到军中急报，李俊和李兰已经率军兵临洛水。看来，这孙敬早就撤出了围困我兄长的兵马。我那两位兄长，果然是不负所望。你这是干什么？阿林，你来的正好。我早就怀疑这个何校尉和镇西军的李逆有私交，就是他泄露了不少我们的军纪，这就是证据。就是这个何校尉将我们瀛州被围之事泄露了出去，这洛阳城我们才不得不拱手相让啊！这何校尉如果不死，如何对得起那些浴血沙场的将士？阿林，哥哥知道你心软，这件事为兄给你代劳，不让你烦心。来人呐！住手！崔离，这封信是桃子手抄的，公子也知道这件事。何校尉近日在军中发现有异动，将此事禀明我之后，刻意写了这封信作为诱饵，只是为了看看谁会上钩。你这是设计陷害我！信在我屋子里，若不是你存了害人之心，派人去窃取，又为何会到你手上？阿林，我这么做实在是因为他所作所为太可疑了。我只是想帮着你啊，你要相信我，我兄长只是为了……崔家军是由副帅一手带出，将士上下一心，军纪严明，从未出现过党同伐异、勾心斗角之事。崔林，
次你前来，几次三番构陷同僚，你以为你的那些小动作、小心思，我真的察觉不到吗？构陷同僚，按照崔家军军纪如何处置？构陷同僚者，褫夺军权，杖责30。崔离麾下5000士兵，暂交阿术统帅。念在你是初犯，杖责就免了。阿莲，走。这次啊，借机收回了崔离的兵权，想必如今他也翻不出什么浪花来了。公子，没事吧？是不是刚才在外面站久了，受了寒气？我叫桃子来给公子诊脉吧。阿英，今日出营，你究竟去了何处？我去见了李逆。李聂是镇西军主帅，你不应该一而再、再而三的私下去见他。我知道，我现在说这些话你不爱听，可是就像今天你看到的这样，我们原本设好了局，等着引蛇出洞，你私自外出，崔离才提前拦截了你。万一他真的动手了怎么办？公子放心，就一个崔离，他奈何不了我。阿英，我知道你胸有成竹，可是刀剑无眼啊！如果你真的受伤了，你让我如何放心？公子，快，先喝杯茶，快喝。好点吗？阿英，你知道吗？其实，你在我心里比什么都重要，甚至比我自己还重要。你我从小一起长大，我一直都把你当作兄长看待，所以于我而言，你也很重要。是啊，你我情同兄妹，说这些话，反倒生分了。大夫交代了，让你好好静养，我就不打扰你了。你好好休息一下。好。最迟明日，李俊和李来就会率军抵达洛阳。他们二位向来是志大才疏，又嫉妒你的战功赫赫，此次前来必定是来意不善。石七郎，拿个主意吧。既然兄长们都来了，那我们就走吧，把这个洛阳城让给他们便是。把洛阳城让给他们？洛阳是咱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，而且又以3城换崔家军退出洛阳，现在就要拱手相让吗？兄长们驻守洛阳城也是一样的，兵贵神速，咱们就去统贯。那怎么能一样呢？我明白了，
潼关地势险要，北抵渭水，南临秦岭，东入中原，西进关中，而且扼西长京和洛阳的驿道，兵家必争之地。孙敬一定想不到咱们会放弃洛阳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拿了潼关，就犹如扼住了西长京的咽喉，距离攻破西长京也就不远了。哎呀，这样最好了。只要潼关在我们手上，他们二位就算是有所作为，也是进无可攻，退无可守。石七郎，我还以为你会对他们二位心慈手软，现在看来，如此甚好。我的确是为我那2位兄长着想，他们好大喜功，又容易得意忘形，不如就让他们在洛阳城里面待着，免得万一他们又中什么圈套，我还要费尽心思去救他们。公子，你醒了。何校尉呢？啊，他昨晚都在自己的营帐中，未曾出去。公子，大夫来给您看过了，他说您已经昏厥了2次，务必宽心少虑，多加调养才行。我知道您心里还放不下何校尉。但是他迟早会明白，这世上对他最好的人就是公子你啊！他那样聪明，我对他好，他自然能感受得到。那公子你更该放宽心了。校尉他并不是知恩不报的人，昨日您不顾生病去救他，他看在眼里，定会感动的。可是我偏偏想要的，从来都不是他的感动和回报。三郎，你别再喝了，你一夜未眠，只怕有损身体呀。好你个崔林，联合何氏，设计骗我，逼我交出了军权。眼下看来，他们已经对我起疑了。日后再想行事，怕是不易了。三郎，刚刚接到密报，镇西军那边又给何氏送信了。翠林知道吗？密信直接送到了何氏的营帐，主帐那边并不知情。这回，咱们还要派人去探查吗？经过昨日之事，何氏或许会放松警惕，能够探查到什么也未可知。只要崔林还在，想对何氏下手就不是个易事。不过，如若真能探查到什么情报，倒也是有利无害。命人再去探查密信的内容，万不得露出任何蛛丝马迹。日暇无事，常玩赏亲笔所绘皇孙劳作图，可否相赠玉容一幅，免皇孙形单影只。哎，校尉，你不回信啊？这么着急做什么？我不着急啊，这个信又不是写给我的。哦，你不着急，这样我先处理会儿公文，你先去休息会儿吧，不用陪着我了。我是不着急，但是那个送信的谢长尔他着急。这么晒的天气，人家早回去了吧？哎呀，你不知道，那个人是个死脑筋。你要是不回信，不跟他说的话，他一准还在外面等着呢。小伟，那我可就告诉他了。我去了，我真走了。等等，既然你这么着急的话，
我就回上一封吧，免得让我们桃子姑娘白白跑一趟。好，我等着。校尉，斥候来报，镇西军已经撤出洛阳，梁王长子临淄王李俊率军入城，最迟今晚，梁王次子会稽王李来也将率军抵达。知道了。真没想到，李皇孙对两位兄长还真是挺大方的，说让就让了。不过校尉，皇孙退出洛阳以后，那是要去哪儿？他在信里说了吗？信上当然不会说这些话呀。信上不说这些，那你们都聊些什么？哼，闲话而已。哎，桃子姑娘，那，这是我们校尉回给皇孙的信。多谢桃子姑娘，那我先走了。啊？你这就走了？那不然呢？那这什么？这是本姑娘亲自调配的金疮药，外面可是买不到的。我想着你平常行军打仗的，总会有些磕磕碰碰的时候，你用了这个，保证好得快。谢谢桃子姑娘，你真好。你说什么？我走了。谢谢了。傻子。昨夜宿于郊野，仰头月色如洗，即可手摘星辰。前日于东都朱雀街购入干果，其味甚佳，嚼之如碎玲珑，可伴漫漫长夜，与君共赏。干果与果脯同食，风味果然颇佳。前人竟单啖干果、果脯，今尝二者同食，滋味有趣。今晨跃马过水涧，闻香而去，见野桂一株。饮香浮动，独赏此景，深有抱憾。遂取花蕊数朵，与托一纸染香，盼来日同赏。校尉，找了你半天，原来你在这儿，怎么了？啊，也没什么，就是想问问你，今天还写回信吗？又是怕那个谢长耳着急啦？不是，我跟他约好了，以洛阳为界，在那儿互相传递书信。以洛阳为界？这是你的主意，还是谢长耳的主意啊？那只耳朵说是他家17郎的主意，约在洛阳，免得行军途中互相找人不便嘛。这个谢长耳在两军之间送信，只要记住他抵达的时辰，再测算出马匹脚程的速度，
就很容易猜出镇西军现下行至何处。啊，这个李黄虽太狡猾了，校尉，也就是你，能猜得出他那些弯弯绕绕的心思和用意。那这么说，我也很狡猾了？不是，你那是聪慧。那还写回信吗？还不知道。哎，这个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写不写回信？就是不知道啊。写不写回信？写一个。有人进去了。桃子，走，咱们去散个步。校尉，咱们不进去堵那个奸细一个正着。无妨，与李逆通信就是想调出这个奸细。既然他们已经上钩，在做蠢事，让他们做吧。三郎，这是李逆写给何氏的信，属下想了法子，偷偷一字一句誊抄的。干果与果脯同时，风味果然颇佳。今尝二者同时，这都是什么？依属下愚见，李逆与何氏都是心机深沉之人。此信乍一看平平无奇，实则用了暗语将机密藏于其中，所以何氏才为找隐秘之处藏起，就那么放着，也不怕被人看去。这其中干果一句，定是他们约好的暗语。有理。那咱们找些人来破解一二。当然。自君一别，虽数日，犹数年，未尝有此滋味，甚是牵挂。有时见水中蛙甚肥美，捕食鱼之，烤而食之，熄火后过剩，略有焦糊。数人之力，终于弄清了这何氏与李逆之间通信的秘密了。说，皇孙李逆自出劳兰关，最擅长的便是长途奇袭、声东击西。这次，他主动离开洛阳，肯定也是想用这一招。有道理，继续说。三郎，请看，这封信是何氏最新收到的。捕食鱼之，这在水中，不是指目标宿在湖边吗？十字分拆，不正是指合而为之吗？那这湖边的目标是？我军今日不是恰巧经过湖泊，如今宿在湖边吗？如无意外，今日有时，那镇西军定会派人与何氏里应外合，偷袭我军。三郎，不如现在就把此事告知主帅。到时候来个守株待兔，只要击溃了镇西军，那可真是天大的功劳啊！是啊，功劳你个头啊！三郎息怒，我问你，现在谁人不知道他李逆正在猛攻潼关？他如何能够分身来袭击我们？现在有事已经过了，他李逆人呢？说！三郎，废！继续废！滚！都给我滚！是，属下告退。这是从何处取来的？崔立一直派人紧盯着何校尉，偷偷抄录他的信件。我是从崔立处取得的抄件。不过校尉明明发现了崔立的所作所为，却并未追究。三郎息怒。属下忽然想到一件要紧的事，上一次何氏以信件为饵设计咱们，如今回想起来，时机很巧。
恰好是在你去见了裴元之后。你是说，那裴元与我见面之后，还把那件事告诉了何氏，二人联合设计引我上钩？就在杀崔林这件事情上，你我二人的立场应该是一致的呀。想要皇孙殿下的手书，也要看能不能杀了崔林。看来这个李逆和何氏关系匪浅，如若不然，此等机密之事怎么可能告知于他？之前还想着借李逆之手除掉何氏，现在看来，他不仅不会帮忙，还会与我为敌呀。三郎莫急，如今据守洛阳的已是李逆的2位兄长李俊、李来，他们向来与李逆不睦，我们何不与他们联手？如此一来，还能解我们没有军权之困。妙计。潼关天下雄起，易守难攻。李逆率军苦战6日，与裴元身先士卒，终于攻破潼关。臣要恭喜太孙殿下，镇西军继光复东都之后，不日已攻下潼关。潼关，那距离西长京已经不远了。是的，距离西长京已经不远了。李逆不与兄长相争，直接放弃了洛阳。500里奇袭，强攻潼关。哼，带猪出好笋呐！这个梁王果然生了个好儿子。也罢，梁王的3个儿子现在已经到了左近了，他这个做父亲的在京中耽搁已久，也该给儿子们写封信了。走。哎，石七郎，战事如何？坐。如今大局已定，穷寇莫追。你呢？怎么样？我这个呀，皮外伤。好啊，咱们熬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把潼关给咬下来了。我听我爹说，潼关号称第一锁要，开国100年来没有任何一支军队可以把它攻克。以后在国朝史书上，咱们镇西军也可以留下一笔了。如今攻守易势，你呢？接下来应该发愁该如何守住这潼关了。石七郎，这世上哪有第2个镇西军，哪有第2个石七郎呢？那这世上也没有第2个勇猛无比的裴元了。哎，别这样说啊！但是石七郎，我有个问题，你明知道不可为，为什么还要写信给会稽王还有临淄王，让他们一起合围西长京呢？我那2位兄长啊，被我父王惯得跟倔驴一样。你呢要往西，他们就偏要往东。我不希望在当头这个时候，他们为了抢功劳，擅自出兵闯祸。当然要给他们写封信约他们合围。这样一来，他们肯定不会听我的，自然也就小小听听，按兵不动了。所以这叫指东打西，反其道而行。大哥，这信上怎么说呀？你自己看吧。李逆拿下了潼关，竟然让你我2人出兵合围西长京。大哥，他这……李逆仗着自己有攻克潼关之功，竟敢对你我兄长2人那是呼来喝去。大哥，这呼来喝去事小，只是出兵围剿西长京，此事要慎重啊！只怕他是要借我们的兵力，给他做嫁衣啊！
我早就知道李逆他居心叵测，万万不能让他心想事成。大哥，前2日崔家军的崔离不是派了密使前来吗？你是说，大哥，我觉得我们可以借兵给崔离，因为崔离借兵是想要杀崔林而嫁祸给李逆，如此他定会成为大哥手中的一把尖刀。公子，回来了。这一路辛苦你了。副帅身体如何？大将军一切都好，只是听闻崔离公子擅自前来，并干涉军务一事，也十分震怒，命我将令牌带回，交给公子。太好了，有了这块令牌，就可以让崔离转回瀛州，也不必担心他在节外生枝了。那个崔林居然千方百计要到了伯父的手令，命我即刻赶回瀛州，不得追随大军。好你个崔林，竟然如此忌惮我，千方百计要调走我。三郎息怒，洛阳那边回信了，不如先看看信上怎么说。三郎，怎么说？李俊已答应派兵助我击杀崔林，一旦事成，便封我为魏阳大将军。恭喜三郎，恭喜大将军！只要崔林一死，由我统帅崔家军便是顺理成章。届时，再把一切的事情都嫁祸给李逆，一箭双雕，天衣无缝。难怪攻进来这么费劲啊！你看看这城墙，再看看这两边的山势，真是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呀！打下来的时候难，等到攻守易行的时候，就知道这山势雄关都是好处了。可不，牢囊关要有这一半的险要，咱们也用不了这么多人手了。哟，是不是又有信来了？石七郎，你怕是望眼欲穿了吧？报！西城进信使到！大都督命我来传令，镇西军需在3日内退出潼关。放肆！孙敬是让你来送死的吧？小裴将军，我既然敢来，那就不怕送命。哼，另有梁王手书一封，带给皇孙。若要是执意不退兵呢？若是不退，那3日之后的午时，皇孙便备好丧服，为梁王服丧吧。想来我父王必定写了3封信，另外2封已经送去洛阳，给我那2位哥哥了吧？是，就是不知皇孙和2位兄长相比，谁更有孝心一些？哎，呀，小伟，这干果你还没吃完？此物当时在东都十分盛行，人人都夸赞它好吃，进香采买的人特别多。你就是能记住这些细枝末节啊？原本呢，大家都只吃这干果果仁，校尉偏偏喜欢用它与果脯一起吃。你说这我能不牢牢记住？再说，这果仁确实香脆饱满，甚是好吃。不过，这一连数日，潼关可是一封信都没来啊！你这是在担忧某个人，还是在担忧潼关呀？
小伟，我与你说正经事。大概京中出事，他也没心思写信了吧？小伟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哎，他是谁呀？他是谁呀？吃干果还堵不上你的嘴啊！不说了，不说了。他是谁？十七郎，洛阳急报，临淄王还有会稽王已经决议率军退出洛阳了。我的这2位兄长，从小便很孝顺，也不怪我父王一直疼爱他们呢。哼，洛阳本来就是他们从你手中占到的便宜，他俩当然不会肉疼。只不过现在，我们就进退两难了。潼关我们是万万不能放手的，如果洛阳一失的话，我军断绝后路。但是那个孙敬他真的是心狠手辣，如果我们不退兵的话，他真的会对梁王殿下动手的。十七郎，怎么办？十七郎，我朝天子乃至庶人，纲常伦理，以孝为本。如果我们拒不退兵的话，梁王真的惨遭孙敬杀害，到时候肯定会朝野哗然的。那些旧臣还有秦王之师都会对我们离心离德。十七郎，到底现在该怎么办？小姐，你不能去，你要是去了，岂不是送死？秋翠，你就别拦着我了。我在家中本就不得父母宠爱，在并州又险些丧命。若不是皇孙出手相救，我此时恐怕已是一抔黄土。他救我的时候，如同天神一般。彼时我就心想，或许这就是我应遇之人。为了报答他，哪怕粉身碎骨我也愿意。可是小姐，你从小就命苦，如果真的因此送命，只怕连个真正心疼你的人都没有。小姐，我想跟你一起活着回西长京。李皇孙先下洛阳，再克潼关，势如破竹，明显并非池中之物。他日必有一飞冲天之事。皇孙此人重情重义，若危难之时出手相助，皇孙必会刻骨铭心，涌泉相帮。我若在此时能帮上他，还愁他日在府中没有立锥之地吗？此事不搏，更待何时？小姐，你怎么突然像变了个人似的？从前你不争不抢的，有时下人势力都还不许我替你出头。秋翠，以前我不争不抢，是因为没有争抢的实力，更没有争抢的机会，徒劳无益，又何必呢？以后你就是我的心腹之人，也要学着多看看，多想想，什么时候应该出手，这才是聪明人的做法。见过将军，见过小裴将军。顾小姐多礼了。婉娘有一桩机密事情，想要与将军商议。顾小姐，请说。婉娘听闻京中孙贼以梁王殿下胁迫将军，婉娘愿赴西长京，待将军设法周旋，救出梁王殿下。你有何计谋？京中旧族世家众多，皆心向着国朝。只是孙贼势大，忍气不敢言，请将军赐一信物，婉娘回京后以将军之名，暗中联系士族，重金收买宫中守卫，或许得法能救出梁王殿下。不行，这样太冒险了。万一要是被孙敬知道，又或是被人告密，你会丢了性命，甚至连累。婉娘不怕死，
若是为忠义而死，婉娘死有容焉。便是家父将军亦是知道的，他绝不屈于孙贼，定然也会赞成婉娘此举。多谢顾小姐忠义之念，京中早有布置，顾小姐放心。锦娘，你说这封信是放在桌子上，并不知是谁送来的。娘娘，会不会是大都督设下的圈套？不像是。这封信尽是阴郁，每一个字都不露其意。可是我也却明白他信中所求何事。我觉得李逆他是想同我联手的。想必他已经策谋良久，终于有把握去救出梁王。娘娘，那咱们自然得帮他，按照信中所说，将兰花搬到窗口之下。是。太好了，小姐，你不用冒险去西长京了。皇孙自然也有办法救出梁王殿下。皇孙虽未曾与我明言是何计策，但经此一事，我已经成了他信任之人。那小姐是打算？皇孙与那崔家军中何校尉往来颇多，似有情谊。幸好崔家军已经折返瀛州，日后相隔万里。我若是他信任之人，自然有办法使他与那何校尉渐渐疏远。如果小姐能嫁给皇孙，那可就太好了，府中就再也没人敢轻视小姐了。此时言辞尚早，不知道皇孙这次能不能救出梁王殿下？其实，能不能救出梁王殿下，对于皇孙而言，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。小姐，我不明白。如果能救出梁王殿下，那自然是皆大欢喜。皇孙日后用兵肆无忌惮。如果不能救出梁王殿下，孙贼若是杀了梁王，皇孙悲痛之余，其实也不必再投鼠忌器。哪怕朝野间对此有所议论，只要皇孙兵权在握，他日又有谁敢怪罪皇孙呢？皇孙既然喜欢聪明人，那么在他面前，我也就不必藏拙了。你说李皇孙会像他的兄长们那样退出潼关吗？你猜呢？仗要是打败了，还能东山再起；可人心要是丢了，就很难捡回来了。他的哥哥们都要退出洛阳了，皇孙要是不为所动，那就是千夫所指。我猜他会退。李逆素来会谋算，他早有救出梁王之意。孙敬对梁王看守必严，要救出梁王谈何容易啊！所以确实要好好想想办法，而且要天时地利人和。不过我看这李皇孙，怕是已经要凑好天时地利人和了。天时地利人和，如何才算得上是天时地利人和？桃子，你记不记得，你曾经配过一种药？何校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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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营州传来急报，公子请您回去议事。如果忘了流年萤火，等回忆碎了沉默。
落在你心上的斑驳，那牵扯使我难舍。如果思念不曾遗落，却念着回到最初一刻，宿命曾有过的温热，多想为你留着。如果爱记得我们曾承诺过，从此爱上我也要为你活着，沿着记忆的轮廓，等待是我的执着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歌声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如果爱记得为你守的承诺，颠覆了因果，我会为你爱着，心愿为了你割舍，一直等着你回应我。